面相真的能决定人的命运吗？古代奇书《麻衣神相》是古人心中最权威的一本面相之书，而此书背后的冠面大师麻衣道人更是神奇。他曾仅凭一句话便封了3个皇帝，难道说人的命运真的早已注定？这位麻衣道人真有观面相知天命的本事吗？他到底是什么人？新来的朋友们点个关注，带您欣赏更多精彩内容。《麻衣神相》这本书具体写作时间并不明确，但出现时间大概是在北宋时期，由一位名叫陈抟的道家人士所写，记录的乃是他的师傅，也就是麻衣道者的思想。这个陈抟呢，在北宋时期那是相当出名，他悟道有一个很与众不同的技能，那就是在睡梦中悟道。别人都是在打坐，陈抟却是在睡觉，而且常常一睡觉就是好几个月。更关键的还在于，就凭着睡觉，陈抟还真悟出了道，而且还成了一个活了100多岁的仙人。要知道，在古代那会儿的医疗水平，古人活到50岁就要被称为长寿了，能活到100多岁，属实是修道成仙之人。由此可见，麻衣道者的年岁还在陈抟之上，毕竟是他的师傅。据记载，麻衣道者与陈抟并不是一开始就是师徒关系。陈抟这个人天资聪慧，早早的就读了很多的书，悟性又极高，自以为天下之中没人比得过自己了。然而有一回，他在华山的一个石室睡觉悟道的时候，就遇上了麻衣道者。两人对视的时候就知道彼此是悟道的高手，于是就打算比拼一番。比拼结束后，二人走出石室，不约而同地指向了东边的一个位置。陈抟这才发现，原来人外有人，这麻衣道者的本领比自己高多了。于是自此之后，他就跟着麻衣道者开始修行了。那麻衣道者的本领是非常全面，他虽然也是悟道者，但讲话一点都不玄乎，还总结出了一套实际的面相本领，这就是麻衣神相的来源。在古代，面相本身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。据《后汉书》记载，皇帝选妃之前都要先找人看一遍秀女的面相，面相不好的人不仅不能入宫，还会有丧命的风险。因此人们想知道自己面相如何的原因就多了一个，不仅要关注自己是否能飞黄腾达，也要关注自己会不会哪天倒大霉。陈抟也意识到了面相的重要性，于是当麻衣道者给他说完之后，陈抟就将这些重要的内容记录了下来，写就了《麻衣神相》一书。此书的内容非常成体系，体量也是相当丰富。据说新鲜出炉的《麻衣神相》大概有10卷，但经过这么多年的流传，现在人们所看到的书卷只有5卷了，每一卷都有不同的面相方式，比如说看手相，又比如说看面相。总而言之，那是应有尽有。你相信人的面相决定命运吗？古代冠面奇人麻衣道人仅凭一句话就封出了3个皇帝，他的弟子写下一本奇书《麻衣神相》，更是成了古代最权威的面相之书。书中到底写了什么？真能看到一个人的未来吗？陈抟将这个《麻衣神相》这本书写出来之后，当时的人就纷纷猜测，这个麻衣道者究竟是谁，能有如此之本领？结果一番古籍还真找到了麻衣道者的些许传说。据《邵氏文鉴录》记载，北宋建立之前，还是5代10国的时期，麻衣道者就出现了。当时正担任着河南节度使的李守正拥兵自重，打算自立为王。军队前进的途中就遇上了麻衣道者。李守正见这个人气度不凡，想必是一个修行的人，于是便在队伍中随便喊了个小兵，上前询问自己起兵的事，成功率怎么样。麻衣道者见到这个小兵后，没有直接回答小兵的问题，而是说了句：“你这里有3个天子气，你也不一般。”此话一出，李守正就非常惊喜，因为在当时群雄争斗的年代，他默认自己就是那天子气之一。但事实上，那天子气跟他没关系。发问的小兵名叫赵普，是北宋开朝的宰相。队伍之中有一个名叫郭威的人，他就是后周的开国皇帝。与郭威相伴的人中有一个名叫柴荣的人，他后面相当于过继给了郭威，成了他的儿子，也就是后周的第2个皇帝。第3个天子气指的就是同在队伍中的赵匡胤。后来随着郭威、柴荣接续的当上皇帝，人们就开始猜测第3个皇帝究竟是谁。此时的赵匡胤也名声渐起，生怕柴荣怀疑自己，于是就拼命的想找到麻衣道者，询问一下自己未来该怎么做。没想到还真给他找到了。麻衣道者一见到赵匡胤就知道他是来问什么的，他只点了2段话。一段话的大意是：灭佛的人都没有好下场。当时柴荣正在集中全国
力量灭佛。另一段话就是说，东方有一股赤气上来了，会成为天下的主人。赵匡胤也不傻，明白这是自己的机会来了，于是就找了一堆人给自己搞了个黄袍加身，名正言顺了。当然，这些故事都是围绕着赵匡胤的，也有可能是他为了成为皇帝，生硬的将自己跟麻衣道者绑在一起，以证明自己的皇位是顺承天意而来的。但这也从侧面说明了麻衣道者的本领是被当时的人所承认的，尤其在《麻衣神相》这本书出来之后，就更是被推上了一个巅峰地位。那么《麻衣神相》这本书又展现了麻衣道者什么通天的本领呢？你相信面相决定命运吗？古代面相奇书《麻衣神相》总结了五官、三庭和12宫位，以此来判断一个人的命运。书中到底是怎么说的呢？其预言能力又有几分可信呢？友情提示：下面内容未经科学证明，请理性观看。所谓五官，没错，就是你想的那五官。麻衣神相认为每一个器官所代表的含义并不一样，比如说眉毛的样式与一个人的健康和地位有关，眼睛则可以看出是一个人的心地是否善良，意志是否坚定。所谓眼睛是心灵的窗户，就是这么来的。再说鼻子，它关系到的就是一个人的财富；嘴巴呢，象征着富贵的运气；耳朵则跟这个人能否长寿相关。至于三庭，麻衣神相分了2个部分来说，首先是面部的三庭，最上面从发际线到印堂这块就是上庭，往下走印堂到鼻尖就是中庭了，再往下走人中到下巴的位置就是下庭了。其次是身体的三庭，上庭自然是头部了，中庭就是从肩膀开始走到腰部，腰部往下到脚就是下庭了。麻衣神相认为三庭所掌握的人的命运是不一样的，上庭掌管的主要是15岁到30岁之间的运势，中庭就是31到50岁的运势，以此类推，下庭负责的自然是51岁之后的运势。为什么15岁之前的运势不看呢？因为在古人眼里，15岁之前还没成年，靠的全是父母，谈不上有什么属于自己的命运。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，书中还是以古人的常识为加工基础的。因此麻衣神相看一个人的命运，就要从15岁之后开始看。具体来说，如果一个人的上庭高且饱满的话，那么他的社会地位是不一般的；中庭饱满的话，就是主打一个有钱又长寿；下庭圆满的话，一生都是被福气环绕的地步。一般来说，大部分人的三庭是不均等的，总是有一个地方更为突出。因此麻衣神相认为，如果一个人能够三庭平等的话，那么这一生都是大富大贵之人。当然，如果某个庭过于突出，那么就破坏了这种平衡。简单来说，三庭务必是匀称的才是美的。除此之外，还有12宫的说法，与前面的五官三庭相结合，就能预测一个人一生的各个阶段。虽然名字叫12宫，但实际上也是12个部位。比如说印堂这个位置就是命宫，是一个人最基本运势的显现，而鼻头的位置关系的就是财富，眼睛尾部的位置关系的是夫妻关系的好坏，而像眉毛与眼睛中间的眼皮关系的则是一个人的家运。这就相当于麻衣神相给人在脸上又找了12个位置来说明一些具体的人际关系，评价原则依然主打的是一个匀称。这也是说，其实麻衣神相对人的评价还是渗透着中国传统的审美原则。毕竟对于大部分人来说，面相看着舒服的人的确是长得比较匀称的，没有哪里特别突出显眼的。但你看那些帝王将相的画像，有几个是如书中所写的那样三庭匀称的？所以说，它跟一个人的运势到底有多大关系呢？这个其实是没有任何科学依据的，只能起到一个安慰剂作用。毕竟事在人为。看到这里，你有什么想说的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。